这个机库机堡被打掉了，那你飞机停哪里？他这次用的是法塔赫2型，法塔赫2型是高超音速。这些约旦的地方啊，就是美军的驻地。这个你看，为什么打约旦不打沙烏地阿拉伯？还有他的情报研究中心跟资料收集处理中心，收集伊朗的语音通信无线电，那个基地就在那个地方，伊朗就把它就摧毁。这样的话，美军接收伊朗的情报，尤其是通讯情报能力又下降，那伊朗的这种隐蔽性又增高了。川普要面对3个压力，要不要继续玩下去？所以他讲啊，伊朗很多人叫我不要再打了。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你问一下那个伊朗的总统要不要打，你问那伊朗那个国会议长要不要打，继续打。好，今天的这个美伊战事，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哦。现在停火说已经进入第3天了，川普他最新也放话说呢，现在大家都求我说可不可以不要开火。那他另外一方面也说，现在看起来呢，美伊有可能去走向达成一个协议，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他自己在自说自话呢？因为我们看到另外在红海这边另外一场战争。第2条的战线已经正式的引爆了，也门胡塞组织开始把目标锁定的地区就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直接最新攻击了沙国的能源命脉。赶快来看到包括了哪一些范围？包括了东西输油管线，还有它的阿布盖格等等全球能源的关键设施，在现场爆出了凶猛的火光。来看一段现场最新画面。Пойдемте отойдем к зданию, слышь? Сейчас идут не к зданию, пойдемте, вот тут не стоять не.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路上的东西输油管线爆发意外之外，胡塞也指出，在26日他攻击了沙烏地阿拉伯在红海地区的这个炼油厂，这个炼油厂是沙国的集赞炼油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每日可供给大约40万桶的原油做出口。另外，再来看到的是，胡塞组织也宣称他们攻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无人机，而且在近期之内已经打下了。沙烏地阿拉伯2架的无人机。最后再来看到胡塞还说，在过去48小时内，这个是在26号的新闻，连续袭击了3艘来自于沙烏地阿拉伯的油轮。现在看起来呀，曼德海峡这边的通行量已经创下了数月的新低，没有人敢走这一条路了。那么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已經持續的延燒至能源海上的通道戰了呢？我們也來關心到說，之所以這次的攻擊會備受關注，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產油國之一，剛剛被炸的這個阿布蓋格的石油廠更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處理中心，一旦能源遭受破壞，不只是影響到整個沙烏地阿拉伯，更是全球的油價跟能源的供應都會受到打擊。那麼胡塞組織大家就在看說，以前不過就是在也門內戰中的一個地方武裝組織啊，怎麼現在它擁有這麼多的武器，不管是它擁有無人機、飛彈、遠程打擊能力，甚至都可以影響到整個區域的影響力在擴大。是否伊朗在這背後有偷偷的提供它什麼樣子的武器呢？現在說是不是有提供武器支援，甚至有情報支援，還有提供作戰經驗，還有目標的定位的武器都提供給這個也門的胡塞組織呢？如果是真的是這樣子的話，這一場在中東的戰事是否全面的擴大？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這個大使怎麼看了？胡塞為什麼不只是攻擊油輪，現在進一步打擊沙國的陸上輸油管？胡塞說了，他接下來會來複製伊朗的模式，要來攻擊在紅海這邊有個新的戰法。那他究竟能不能真的整個封鎖住這個地方呢？那伊朗的部分是否有提供哪一些武器支援給胡塞？如果沙國開始做一個全面的攻擊，美國甚至是整個波灣地區是否陷入第2場更大規模的戰爭？謝大使怎麼看？當然就是說這個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的這個恩恩怨怨啊，延續了幾十年了。哎，雖然過去從2022年4月開始，因為聯合國的斡旋啊，那麼也門的內戰稍微暫時停火。那也造成沙特跟這個胡塞組織之間停火，這個已經有差不多有4年多了哈。不過之前這個胡塞組織跟沙特之間，連續打了幾十年的仗，幾十年的仗。歸根究底呢，還是因為應該是宗教派系原因，因為胡塞組織它是屬於這個實業派，那沙特是遜尼派。
所以在阿拉伯半岛上南端这一些什叶派啊，跟逊尼派之间啊，是很难取得和解的。那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持续。那当然了，就是说胡塞组织过去给人家感觉是拖鞋军嘛，好像是一群乌合之众。可是事实上，以他现在的实力来讲，并非如此了，绝非昔日无下的阿蒙。联合国估计他有35万作战人员。那么好，美国的国防部啊，战争部他们的这个评估哈，他说如果含辅助人员的话，胡塞组织的军事人员一共有将近80万，相当大的一个部队。是。那它的核心装备呢是导弹和巡航导弹。而这些导弹呢，跟巡航导弹，很清楚的技术，关键技术都是从伊朗来的。所以伊朗有什么样的导弹能力，这个也门的导弹能力也不会差太远。因为在上一次这个就是以色列攻打这个加沙半岛的时候，那时候也门它是唯一对这个以色列进行制裁的。他打了几枚都是超高音速的这些导弹，那射程直达2000公里。那这些技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各界都认为完全是伊朗的在背后。以他现在的这个导弹巡航导弹，它有所谓的巴勒斯坦2号，那这一型的导弹是超高音速的，那它的这个射程高达2150公里，可以涵盖绝大部分的中东地区。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图反导弹，那个系列也可以打到1800到1900公里。那它还有一个巡弋导弹，也就是 cruise missile， 随着地形贴着地形飞的这种巡弋导弹，那么叫圣城系列，它可以飞2000公里。所以光你看它的导弹系列就相当可观。那另外它还有它的无人机系列，有一个叫萨马德系列。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无人机可以航程是1600到2500公里。另外它还有水下无人艇。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因为这个也门的地形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们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些地形，还有很多的军事武力像这种飞弹无人机基本上也都地下化了。所以跟这个伊朗的做法是一样，而且外界也非常确信，就是事实上这个胡塞组织他们跟这个革命卫队，伊朗的革命卫队在指挥体系上也是联动的。那而且很多这些军事顾问伊朗的军事顾问还有大批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之间那个互动也非常频繁。这个胡塞的这个武装人员都是到这个伊朗去受训，然后呢，在也门呢也有大批的伊朗的军事顾问直接在指导这个也门这个胡塞组织的作战。所以整个说起来，事实上这个伊朗有什么战力，胡塞就有什么战力。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件事情虽然说当时是一件小事，引起了胡塞组织跟沙特之间的相互的攻击。可是这件事情立刻就提高了，立刻就提升了，而且呢，以朝向封锁红海那么有关的这个邮轮通道这个目标发展方向，这是非常符合现在美伊战争伊朗的这个战略形势的。那么因为除了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已经造成这个国际油价涨到1桶100块美元了。如果说红海再被封锁的话，那国际油价就要跟那个火箭一样往上升了，这个是对美国极为不利的。所以事实上的话，不论是这件事情不能单纯只看是胡塞组织跟沙特之间的恩怨，应该跟这个目前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连在一起来看。好，所以这个也变成了一场能源战哦。先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接下来没想到胡塞这边他的目标也要把这个红海给封锁住。那刚刚也提到了嘛，伊朗这边提供了很多的技术资源，甚至军事联动、武器联动等等，
给也门胡塞组织，所以胡塞组织也大幅提升了它的战力，不管是它拥有导弹、无人机，甚至是无人艇，还有各式的。刚刚大使帮我们提到的各式导弹。那现在除了关注在也门这边的消息之外，我们也来看到这个伊朗的攻势持续，尤其呢，它现在攻击的目标，我们也看到了是在这个约旦的地区，约旦的萨尔蒂空军基地。今天之所以把这个空军基地拿出来说，是因为它在中东对于美军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前进基地。这边这个基地掌控的资讯包括了有情报的监控、无人机的作战、空中支援，还有军事的协调，都是靠这个基地。那伊朗现在打这个区域，它用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战术呢？它利用的就是法塔赫的飞弹家族，采取叫做拔钉子的战术，集中火力直接去攻击关键基地，削弱美军在这边的作战节点，再降低美军后续的打击能力。所以呢，我们来看伊朗也特别公布了，从7月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7月底嘛，从月初到现在，它到底打下了哪一些美军重要的目标呢？这边直指包括了美军重要的多个中东基地之外，还包括了营房、NQ9 无人机库啊、运输机，还有我们刚刚讲的约旦基地、飞机掩体、无人机设施、新建的仓库等等很多都是重要的建筑。那么军事设备的部分，伊朗也宣称它打下了47套的美军雷达防空系统、44个后勤支援设施、48个作战基础的单位，还有各类的航空设备。根据了解，美国的这一些精准飞弹消耗率已经高达了70%将军怎么看？伊朗他祭出了这个叫做拔钉子战术，如何改变中东的战争模式？美国还撑得住吗？尤其是约旦这个基地现在被拿下来，是不是等于找到了一个美军在这边的一个破口，关键的一个破口？那将军怎么解读？这个拔钉子战术就是针对美军驻在中东地区的有生战力，把它做摧毁。这有生战力包括这个机库、敞篷，还有修护，还有它的放了作战资材的仓库，这些都是有生战力啊！我专门打你有生战力。也包括你这个机库机堡被打掉了，那你飞机停哪里？如果里面有停飞机，那你飞机也遭受破坏了。这都有，这就是发挥有生战力的作战资材。那伊朗专门破坏这些。那他这次用的是法塔赫2型，法塔赫2型是高超音速，是最新型。你想想看，它可以打到它的射程是1500公里。我们整个阿拉伯半岛最窄的地方是1200公里，那它最宽的地方也只不过在最南端。那当然那已经是也门的地方，那是1900公里。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它就是那个最窄的地方那一段，那整个区块，沙烏地阿拉伯是在占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将近2/3，因为它是215万平方公里，相当大。那它的西边就是约旦。那现在伊朗是这样来看，也门胡塞组织你是负责对沙烏地阿拉伯，我跟沙烏地阿拉伯之间不要搞相处的关系，不要搞太坏。我专门对付约旦。这些约旦的地方就是美军的驻地。这个你看，为什么打约旦不打沙烏地阿拉伯？专门叫也门胡塞组织就好了。这他们两个是分工的。那现在伊朗打这些在约旦的这个美军驻地都是有生战力。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远边。你如果是科威特、卡达、巴林，那都在这一边都在波斯湾沿岸这个时候美军已经后撤到约旦去了，因为在波斯湾沿岸的最容易被摧毁。是。那到约旦去，那我需要打约旦。是。那这样子，它是拔钉子战术，这样子美军所能够发挥的有生战力，还有它的情报研究中心跟资料收集处理中心，收集伊朗的语音通信无线电，那个基地就在那个地方，伊朗就把它做摧毁。这样的话，美军接收伊朗的情报，尤其是这种通讯情报能力又下降，那伊朗的这种隐蔽性又增高了。所以他这个大有生战力。那美国面对的压力大吧？川普要面对3个压力，要不要继续玩下去？所以他讲伊朗很多人叫我不要再打了，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你问一下那个伊朗的他的那个总统要不要打？是。你问那伊朗那个国会议长要不要打？继续打。你不要听到老百姓他就有理由了，大家叫我不要打，那是老百姓叫你不要打。那现在面对啥？第一个，财政压力，打仗要钱，而且美国现在通膨严重，他现在好像又要再升息了，因为要通膨不然怎么办呢？然后现在国债也高，你要打仗就是要军费，所以这个经济财政的压力大，川普要不要去面对？对。第二大压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牺牲的大小，
你要打下去，你美国要牺牲哦。他这个伊朗的这些报复，你会不会受伤？会啊！你看他的牺牲还做微调，这真正被战死的18个调到14个，为什么？那4个灭火的时候摔死啊。然后说那不算作战，怎么不算作战？这整个战区都算作战啊。这牺牲的大小他比较轻。第3个就是国内的压力。10月3号，美国期中选举，美国所有的全部众议员改选，川普压力大不大？当然大。1/3的参议员改选，他压不压？当然大。11月3号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在面对上，还有国内的，我们的民调它一直在下滑。国内的这都是国内的压力啊，他要去面对，当然要去面对啊，3大压力，所以川普都要去考量，他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所以我认为，川普在这方面，他打天庭，他是有所考量。那所以目前川普要止战，他可以说是大家都叫我停战，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专家在指出说，是不是美国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在备战呢？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原因是因为从军事上面看到了一些迹象，美国正在快速的部署他们的防空系统、反飞弹的战力，以及中东地区都把它放在了以色列这边做一个军事上面的部署。那以色列也公开说了，川普最终可能被迫再次升高对于伊朗的军事压力，真的会有下一阶段来自于美以对于中东地区的攻击吗？上志哥怎么看？好，首先我想对于这个美伊，尤其美国方面，在上星期五晚上就突然就停火了，没有任何的迹象。要知道，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川普包括在他的这个社群的这个媒体当中，也没有一个正式宣布停火，都是周边的啦，包括联合国大使啦，或美国周边的。那当然，在美国方面，其实还是有开了好几个会哈，都知道其实川普在美国方面其实也召开，把4星上将都找来。然后呢，包括了副总统范斯，还有这个联席主席凯恩，都有具体的提出了报告。那报告都里面的内容主要都是提什么呢？提确实弹药方面，他不敢跟川普讲说弹药不够，跟他讲说弹药当中的损耗很多。那么所以呢，这里头其实还是基本上立场上有建议，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因为这一波从7月中旬打下来的部分，你就花了那么多弹药在打，但是你把伊朗有打残的、打下跪吗？没有啊，也就是说你继续再打10天、20天，伊朗可能还是一样的，还不断的回击。所以说到这个阶段来说，要休整。那在战略上当中，美军要休整，包括很多的武器的补充跟调度。我想这个部分虽然没有这样子公开去讲，但是呢，这几天其实我想最新的全世界的研判，就是这样研判都是这样子。不过我们必须得要注意哦，虽然说美伊状似停火，但是在周边的部分其实是有很多地方风险继续扩大的。首先第一个都叫胡塞，就在也门方面，胡塞跟沙特已经打起来了哈，而且这个打当中大家也是不留情面的，而且延伸所及就会对于红海方面整体的这个原油控制，这里头沙特跟阿联酋大笔的这个输出要从这个地方绕出去都卡住了。那么其实在这里头其实是现在有在打的这个烽火所在。第二个，其实众所周知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个时间点，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以色列。以色列针对于美伊这一波的停战，公开表示说，他们保留他们本身的军事权利，也就是说，他不是跟美国同步的。而且这里头针对黎巴嫩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注意的，因为就在昨天，穆吉塔巴就伊朗的现在的精神领袖公开表示，非常强硬的说，黎巴嫩的部分是他们的兄弟，所以对于以色列的继续透过黎巴嫩的扩张这件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是，也就是说，虽然是美伊之间，但是还点名了黎巴嫩。第三，我觉得最关键当然就是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其实因为对付俄罗斯呢，最近在里海的部分已经炸掉伊朗的3艘船了哈，所以呢，乌克兰其实泽连斯基已经公开有喊话。对于伊朗当中说了一些狠话哦，那伊朗当中也回应了部分，就是说他们不是俄罗斯，真的要打你，而且现在据说伊朗已经在做准备，对于伊朗的作战的可能，是，也就是说这2个战场会不会合起来？但是目击泽连斯基就是要让美国休息，或者是他要自告奋勇，希望能够获取美国更多的结盟，所以这一块我认为是目前来讲，美伊虽然停了。但是这边的战争的状况跟乌克兰战争有没有可能会慢慢的汇集？其实这我认为是最大风险，而且值得观察所在。今天的节目，美伊战士赶快来看到的是，美伊战争现在从这个原本的战场，现在已经到了科技战争，甚至是能源战全面开打了吗？来看到伊朗的最新动作。
他这边呢，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一次展开了这个是纳斯尔2的第24波的报复行动，瞄准的不是美军基地，这次是瞄准美国的科技霸权，也就是亚马逊 AWS80的资料中心。伊朗宣称呢，他现在所有锁定的目标都已经完全的把它给摧毁了。专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称属实的话，代表接下来波湾的国家的，包括这些从云端服务一直到电话网络，甚至是银行相关的这一些应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轰亚马逊，那会不会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这些科技大厂去做攻击？这个是美方现在还包括了中东的盟友们现在所最担心的事情。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美军的动作也在持续的加大当中，已经连续第11天空袭伊朗了，打击的范围包括了在军事的行动基地、海军的基地、无人机库，甚至是它的后勤的基础设施。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话的，他说再打下去，很快我就会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也就是搞3了。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他说呢，根本就还没有打完，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目标，他可能还会做的事情就是联手以色列一起去打进伊朗的最后一道防线——搞山地下基地。川普的这样做是真的有可能吗？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那么搞山之所以对伊朗来说特别的重要，然后呢，美军又很难攻进去，有几个理由。因为伊朗在这边部署了上千部的浓缩铀的离心机，而且呢，恐怕呢已经全部都把它搬进了搞山的地下基地里面去了。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连美国的巨型钻地弹也很难彻底的毁灭掉这一个地方。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伊朗最后核计划的最坚强的堡垒。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强调说，如果你美军真的去敢攻击我们的核设施的话，接下来你的盟友还有跟美军相关的地区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会成为伊朗强力攻击的目标。重点来了，美国另外害怕的事情还有伊朗这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国家在军事上面特别做援助？来自于美国的战争部长特别的说法，他认为这背后还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帮忙。他特别提到了在这2个国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国大陆会提供防空系统，那么俄罗斯他这一次在俄乌战争当中学会了无人机的实战经验，恐怕也会把这些经验提供给伊朗。这是来自于赫格塞斯的最新说法。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怎么看了伊朗这次的打法？打的是亚马逊资料中心在中东的地区，是警告美国，伊朗说的报复都是玩真的吗？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这个整个中东失控的风险，对搞山真的下手吗？汉庭怎么看？先说这个亚马逊被炸的事件，伊朗说炸了，但全世界都没有确认。因为呢，这是伊朗宣称我们已经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亚马逊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沉默，没有任何的一方确认命中或摧毁。巴林的国防军说，我们防空系统拦截了很多来自伊朗的空中目标，但他也没有说这个数据中心已经遭到破坏。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这家数据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经被伊朗的无人机打过了。当时就已经断电起火，亚马逊把客人都牵走，所以那边已经是一个空场，就好像也没什么人在里面。因此，伊朗这枚导弹如果再丢过去，然后又说完全摧毁，好像只是一个形式上稍微来造势，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虚张声势。毕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经宣称了苹果啦、英伟达啦、特斯拉、微软、谷歌一大堆的这些18家的美国科技巨头。在中东的相关设施，伊朗都要把它列为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它这个报复性是真的吗？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战争的成本具体的、可视化的给老百姓看。毕竟美国呢，至少有68% 的民众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亚马逊、打数据中心、打能源设备，就是要让这些战争从抽象的，你美国人在远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变得很具体的，让你的银行刷 App 刷不出来啊，让你的油价涨上去，让你的养老金账户跌下去啊，类似这样。那这也是不断的在给川普国内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这些灰色地带都打成新常态啊。
如果我的电厂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电厂；如果我的科技设施被打，那我就打你们的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锁，那我就封锁赫姆兹海峡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模块化的报复菜单啊！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相对应的什么东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国际社会挑毛病，这好像也没啥问题。好，那么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对这个搞山呢？啊，7月13号，川普还说啊，我们要直接在前门来一记漂亮的重击。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个主体啊，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个入口啊，在山脚下就炸一个小东西，这个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后再宣布，哎，我们已经这个重创了，有没有觉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国内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现我对伊朗很强硬，那么去轰炸这个搞山是最强硬的直观符号。那第二个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断的逼宫啊，纳坦尼亚胡政府呢认为说我们必须要去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这才能够有合法性啊。那再来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价，毕竟如果真的要去到搞山的话，要问要不要出动地面的部队啊，这个也有很大问题，毕竟伊拉克对美国的阴影实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国可能也不敢轻易的动用核武器。再来第三呢，也是整个后续，那赫姆兹海峡仍然是没有办法得到结束，甚至这战争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后沙特的这些全面开战，所以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荧幕上的最后一句话，基本就是总结，就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还没打完，他的其中选举非常困难。好，那同样的问题，那干哥又怎么看？特别我们刚刚提到的搞山嘛，真的要打进去的话，得出动的是地面部队。汉庭刚刚也分析了，如果出动地面部队的话，它的代价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赫格塞斯特别提到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中俄的协助，干哥又怎么看？其实上次我们就已经有提到了，就是说你今天摧毁了，上次我们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尔多啊。等等这些地方的核设施，可是这次他移到搞山之后，我讲句实在话，他不会再重蹈覆辙。也就是说，他的体系一定会比以前要来得更深，要来得更周密。他的离心机搬到那里面去，你要晓得，那个离心机不是几台，是动辄要上千台，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你要使它的铀能够提升到武器级的水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变到85%，乃至于抵达90%的武器级浓缩铀水准，那是要上千台来运作的。所以你认为他把它移到搞山去之后，它是摆在那边好看的吗？你觉得伊朗的领导人是有这么糊涂的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要怎么去摧毁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队来？哦，千万不行，绝对不能派出地面部队。为什么？因为阿富汗22年，我们都已经记忆犹新了。这个是对于美军而言，他们最记忆犹新的这个惨痛的记忆啊。为什么？因为在阿富汗的结果是一败涂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没有对伊拉克产生实质的影响？也没有。为什么？伊拉克有没有完全建立亲美的政权？他的人民是不是从此就喜欢了美国？也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说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队，你要想的问题是在于这个国家会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难。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传统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国。你如果是派部队进去的话，你一定要从教育开始，我觉得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你认为伊朗它会不会继续危害这个荷姆兹海峡？会。为什么？很简单，这就是不对称的低成本战争。它有很多的海军快艇，它有更多的无人机，它在未来的5、6年之内，它会继续。我们用骚扰这2个字也不为过，
或者说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不为过。那你川普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根绝他？所以刚刚讲完了核子设施，这次讲的现在在讲的是荷姆斯海峡。那川普，我想请问你，现在已经知道付了375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了，现在还要再追加800多亿美元的战争费用。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是我在这边就已经觉得说，恐怕不能再这样打下去。再这样打下去的话，不是只有美国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为什么？第一个油价，第二个通膨。所以现在他还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协助。俄罗斯很简单，我有大规模的无人机技术跟原料可以给你。然后中国呢更简单了。中国有低层次的地对空防空系统，交给比如说鹰击9型跟鹰击19型的防空飞弹，这些东西通通已经交给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如果真的拿出来的话，对于美国地面部队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而且必须继续打下去。对，现在在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期间，刚刚如干哥帮我们提到，这一次美国最新又说呢，要再追加有关于战争它所需要的钱，所以现在最新追加的预算是376亿美元，国会真的可能拨款吗？等一下，苑老师来帮我们看。赫格塞斯也说了，确实啦，现在碰到的状况是，美国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了，这个数字比先前公布的吓死人了，高出了90亿美元。如果说新一批的这一笔费用800多亿不能到位的话，接下来包括了美军的训练跟未来部署都会直接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战争成本也等于说不能再盖牌了，也等于是摊开来在这个阳光下给大家检视了。包括昨天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伤亡的资讯，现在也都是整个摊开来被外界来特别做检视。另外有关于能源命脉2个海峡，包括第一个荷姆兹海峡，第二个红海的状况也来看，伊朗现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势。荷姆兹海峡遭到不明的一个飞行物击中，全体的船员被迫弃船逃生，这是来自于英国最新的一个证实。另外，胡塞组织持续的封锁在红海这边，对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轮在21号赶快掉头改道，等于说2个海峡被封，现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脉都掌握在包括了这个伊朗跟胡塞组织的手中。苑老师怎么看接下来的影响？这个刚刚讲到3个方面消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个消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是海格塞斯啊，美国的战争部长第一次到这个国会去，就这个 Capitol Hill 里面去开会的时候，跟他这个参议员呢，就是要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要钱，我跟大家详细报告一下，他要的是876亿美元。其中的话呢，有670亿美元是为了这一次美伊之间的战争。然后呢，他的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讲说我们已经打了用多少钱？原来五角大厦第一次公布的是290亿美元，结果他现在提升了86，变成376亿美元。那大家都觉得说你拿了钱简直当流水一样乱花，对不对？那所以说这里面第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打仗完全是靠钱，然后现在这个钱的话呢，有一点腐烂。那另外还不要讲说它的明年的军事预算是1.5兆，1.5万美元，这个是第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讲起来，如果没有钱的话，美国打这场，就我活这么大，有史以来见过最荒唐的一场战争了。这个是荒唐到极点。如果用我每天就是说句良心话了，就是拜川普之赐，我们这几个名嘴天天在那边光是聊美国这个荒唐战争，这么聊了快几个月了，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了解，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呢，伊朗这次发狠啊，就是只要过了荷姆兹海峡的话，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没有这回事。你刚刚这样提到的，讲说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么的，因为那个长期来讲，看这个伊朗就是个怂包啊，就是没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东去投资这个高科技什么的放在那边，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来了。而且现在的话呢，几乎就是什么第5舰队什么的都打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就跟以前不一样。然后我现在发觉是最严重，就是说，大家原来那个以色列跟美国拿了对那个胡塞武装都没有办法，请大家记住啊，胡塞武装是也门的一个叛军啊。那这个叛军的话呢，他们都不要命啊，他们游行的时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断脚的。
缺腿断脚在那边游行啊，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况下的话，他现在因为那边有2个很重要的海峡，是整个波斯湾的这个所有的游出来，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另外就是曼德海峡。对，现在大家打开地图一看，这个曼德海峡里面，胡塞武装所的精简，而且直接威胁沙特。大家要了解，一个叛军可以威胁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家，而且的话呢，这个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这几天油价上涨到130几。马上就开始反应了。为什么？如果2个海峡都被封住，而且他们基本上的话呢，都是这个什叶派的教徒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抵抗之虎出现的力量，这个世界的经济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今天有关于美伊战事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先来看到第一个。伊朗疑似利用手机漫游就可以立刻定位美军的所在位置。现在说呢，美军基地恐怕已经遭到伊朗的全面监控了，而且呢，靠着飞弹系统等等就可以完全的命中美军的目标。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说，美军的7月份伤亡只有1个人，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黑数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川普不止扬言他要轰炸军事基地，还点名说他的下一波攻击目标。已经说了，就是当地的基础设施，甚至不排除要来夺岛哈格岛，就是伊朗的石油命脉哈格岛。他真的敢这么做吗？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美军伤亡呢？第3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背后的角色，因为呢，现在根据媒体报道。拍到了中国大陆的货机接近伊朗后，开始集体关闭了应答器。如果北京真的如报道所说的有提供雷达或者是防空系统，接下来甚至是一些军工物资，那么接下来对于伊朗的战力又有多大的提升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东的战火完全没有降温，现在走向了更危险的地方。赶快来看到最新进度。这个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14号下午再一次的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行动。这一次攻击的地点包括了阿巴斯港，还有这个格什姆岛等地方，这些地区都是靠近这个荷姆斯海峡的军事设施。伊朗的官媒也证实，美军确实有发动这一波攻击，打到了当地的一座瓶装水的工厂，还有格什姆岛都遭到飞弹的袭击。不过伊朗立刻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也说了，他攻击的目标包括了靠着多枚的飞弹跟无人机飞向了巴林、还有科威特、约旦美军基地，还有包括了第5舰队的总部。都遭到摧毁。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的部分。革命卫队说的，包括巴林武装武器的仓库呢，在这边的卫星系统、还有雷达系统、美军的宿舍、第5舰队爱国者系统，还有预警雷达都遭到摧毁。再来呢，约旦当地的空军基地也是，包括它的关键设施跟美军的驻扎地，也都遭到了严重的袭击哦。那么战火，我们看到不只是在这些基地而已，还甚至延烧到了民航去了。民航的部分，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欧盟的航空安全总署特别针对于这一次的冲突，已经要求了所有航空公司要避开这些地区，当中包括了巴林、科威特、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阿曼湾。被说呢，因为军事行动在这些地区已经是高度的风险了。在这样子紧张形势下，川普再一次的放话，点名说，如果在伊朗继续的打下去，他的下一波攻击目标已经是到民用去了，包括了当地的发电厂、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甚至不排除派地面部队来夺取哈格岛。但是立刻《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评论，他认为川普的种种行为恐怕已经触犯了战争罪。CNN 的分析师也特别做分析说，川普啊，你确定吗？这个地面部队如果真的派进去哈格岛的话，伤的是你自己美军啊，你这个美军的人命恐怕呢会非常的严重，遭到非常严重的战损。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吊诡，我们刚刚提到了，从7月份美军做了一个统计到现在，刚刚说了，这个伊朗它是可以靠它的卫星定位
它是可以靠它的手机定位去知道这个美军基地在哪里的。但是呢，没有想到美军的战损7月以来死亡人数只增加了1人，大家就在看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黑数呢？刚刚讲的嘛，国际手机漫游就可以追踪美军的定位了，所以伊朗的战力好像看起来比想象中还要更大哦。那么委员怎么看美军公布的最新的伤亡数字？有关于他这个另外一个夺岛的部分，川普真的敢派地面部队去夺岛吗？那你有怎么看？对，我想美国国防部在这个开战到现在，他们所公布出来的数字哦，其实一直引起外界高度的质疑啊。那么我还记得当时赫格塞斯出来讲说，他们受伤的官兵大概有400人，而且90%都是轻伤。当他一讲完之后哦，美国的2个媒体哦，一个是 The Intercept， 一个是 CBS， 就联手做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只举了一个例子就好了。他举什么例子呢？他举的是今年3月1号，这个美军基地在哪里呢？在科威特的苏艾拜港，它的工作站，当时只是被一架这个伊朗的自杀无人机攻击。在那一次的攻击过程当中，美军当时公布的伤亡数字是这样：死亡6人，然后受伤20余人。但是呢，这些人都是轻伤。当这个讯息一公布出来之后，当场在现场受伤的官兵跟家属就跳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官兵，他说他全身都被这个碎片击中，然后呢脑震荡，将来听力受损，然后这样叫轻伤。另外一个面部受伤严重，就军方报说只是面部擦伤。所以对这些官兵跟家属来说是情何以堪的事情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福特号失火，福特号上200名水兵哦，全部紧急送医，因为呛伤跟这个碎片割伤。200名水兵也没有算入战损。所以美国国防部在玩什么把戏呢？第一，他在玩伤亡定义，就是明明是重伤，我把你定义成轻伤。然后第二，他玩的另外一个把戏，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叫做非敌对因素。所以只要不是伊朗人亲手杀的都不算。被友军击落的，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哦，那么各式各样的这个伤亡，明明就在这场战争当中，明明就应该要算在战损里。他现在告诉你，只要不是伊朗亲手杀的都不算，间接杀的可能也不算了哦。所以在这种游戏规则的情况之下，他玩起数字游戏了，那当然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战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笑滑稽的一个数字哦。那么我觉得伊朗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伊朗很聪明哦。就其实伊朗它真正的目的不是杀美国大兵，你杀太多的美国大兵，你就会激发起美国社会的同仇敌忾了。所以伊朗真正的目的是摧毁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这才是他的目标啊。他如果真的要杀美国大兵，他就不会来一个什么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是那种低阶导弹，让美国的这个各基地的这些官兵可能有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避难的时间了。他可能会用别的方法。可他的目的不是要杀美国大兵啊，美国大兵杀不完的。可是美军基地可以摧毁殆尽，这才是重点嘛。因为你只要把美军基地摧毁殆尽了，他掌握了主场优势。那美国的兵力要怎么投送呢？美军要轰炸他，没有基地愿意让他使用，欧洲的基地不让他使用，中东的基地都被炸得一团烂。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要如何能够轰炸它？所以我记得我们前几天在节目说过，如果现在大家看到现在在波斯湾上空，美国有11架加油机在那里，为什么有11架加油机？因为都要长途奔袭啊，因为近距离的军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所以伊朗的目的是摧毁基地，不是杀美国大兵。所以这个数字对伊朗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一点也不在乎。那你说美军敢不敢打地面战？其实美国如果打地面战，就是敲响了美国的丧钟了。我们不止一次讲过，以伊朗的地形全面都是高原，美国今天如果要打登陆战，2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打登陆战，他要从哪登陆啊？哪里可以登陆？登陆上去都是高原，然后现在是伊朗最热的时候，伊朗的人民都要到傍晚5点才会出来工作了。然后美国大兵现在酷暑之下晒着大太阳在高原上行军，这美军可能吗？然后更不要讲到说美军只要打地面战，哪怕是哈格岛都会有很大的伤亡哦。他们现在搞粉饰太平的游戏，不就是怕造成太大的伤亡，引起国内的反弹吗？各位知道现在2个地区，美国跟伊朗。这个2国的人民的战斗意志是不一样的。美国人民是大部分是反战的，60%以上都认为这场战争够了，别再打了。可是伊朗不是啊，伊朗你光看他们送哈米尼那几天，从7月4号到7月9号的那6天，2000万人走上街头了。所以对伊朗人来说，他们不怕死啊，
他们现在要的是跟美国讨一个公道回来。所以如果今天一旦打了地面战，美军的伤亡一变大，那么川普就要面临国内更大的反弹的声浪跟压力了。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川普有这个能力去打地面战，而且大家都了解，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哦。那么川普叫了好几次了，那么没有一次真的采取过行动的。好，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纪文总编。另外，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伊朗的最新的它的战术，包括透过手机定位 GPS， 然后去攻击伊朗。不过现在看起来7月份的伤亡数字，我们再重复一次，美军说只有1个人。那纪文总编有怎么看？刚才委员分析这个战争黑数这个问题，当然是这个也有可能啦。那另外我认为也有一个可能，就是美军的防御力可能增强。特别我们都知道，那这次和美以伊战争这个38天的冲突不一样，属于一个零星，而且没有这个大规模运用各种武器，然后进行一个饱和攻击。像38天的战争，我们知道伊朗动用的武器除了无人机、普通的弹道飞弹以外，它还动用高超音速这个弹道飞弹，而且采用饱和式这种攻击。但这种模式在这次的美伊冲突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伊朗采取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反击。再加上之前美国因为波斯湾区域这个美军基地，包括爱国者飞弹，还有各种防空武器、弹药等等不够的部分，那尽量从美国其他地区进行快速的补充。因此，我个人认为，包括爱国者飞弹，还有其他的一些防御系统，它的量应该跟38天的战斗里面要大量消耗、大量耗损。其实这个等级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美军的防御能力应该会比之前要好很多。另外，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在美以伊战争冲突初期，那包括应美国的要求，还有波斯湾地区国家的要求，要援助一些反无人机的技术和一些装备。那我们知道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是很好的，比如说他这几年研发出一种 P1SUN。这种很简易，几百块大概500块美元吧，是，然后发射可以有效拦截见证者136这种无人自杀这个攻击机。因此，我很相信，包括美军基地还有波斯湾这些国家，应该是接受了乌克兰类似的援助，因此在反无人机手段和装备上来讲，跟之前38天战斗的时候，应该这个方面要好很多。因此，总体来讲，我认为。除了人员伤亡这个黑数，美军有可能刻意隐瞒，或者不同的标准设定不同的标准来这个调整它的伤亡数据以外，它本身在波斯湾地区基地的防御能力应该获得比较好的增强。而且看这次战争模式属于谈打，大家都没有给对方致命的一击，不寻求最大的伤亡，然后打的。主要目的是给予谈的这个部分施加一些压力，因此那相对来讲都是算比较有限度的打，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美军可能隐瞒了一些伤亡的一些黑数，但这个战争本身它的强度还是与之前38天有很大的差别。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有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协助伊朗增加战力呢？好，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多架的中国大陆的运输机飞往伊朗的途中关闭了应答器。这是来自于伊朗的反对派最新的声明，他说中国已经向伊朗提供了雷达跟防空系统。电讯报也质疑，从中国大陆起飞的3架747的货机飞到接近伊朗之后，从雷达上面消失了。质疑北京正透过情报运输跟它的军事设备来协助伊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对于伊朗的战力有哪一些方面的提升？那接下来对于这个美伊战事的影响，干哥又怎么看？好，大家知道不管是货机或者民航机你都要经过这个国际民航法的规定，因为你起飞之后你要报告你的目的地，所以你的寻达器就我们讲过嘛，就是 transponder 一定要打开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追踪。那我们就认为你是不是发生了7500事件被劫机如果你是没事的话，你一定会打开的状态。那结果这3架747货机从中国起飞之后，它报的目的地是哪里？你知道？卢森堡，它要飞去卢森堡。但是它飞去卢森堡，你知道中国
的这个机场起飞之后，一定会经过青康藏高原，对不对？然后进入中亚，然后呢，他在这个接近伊朗的时候，他突然巡达机关掉了，不晓得这3架飞机的雷达那个讯机全部都消失了，不见。这3架飞机为什么到了伊朗附近就再也追踪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民航的国际民航组织里面现在还在问这件事情。所以这3架货机到底去了哪里了？不知道，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它去哪里。所以大家就很怀疑说，因为美国的智库就认为这个就是停在伊朗，这就是停在伊朗，就是载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才会抵达伊朗附近的时候，它的雷达的巡达器就消失了，而没有真正飞到卢森堡。好，那我们先来看哈，民用的不管是巨无霸啊，其实巨无霸它虽然是很大的飞机，但它仍然是民航机，它是货机，它不像如果今天它是运20，那就是军用运输机了，它的系统装载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747货机它最有可能携带的是什么？它携带的是雷达零组件以及一些支援的装备啊，它是可以载的。但如果说你要把整枚这个，比如说飞弹或是燃料系统装进去的话，那不能够用货机，那必须要用这种中型战略运输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老实讲，这见怪不怪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都提供相当的情报给伊朗，不然伊朗没有办法找到科威特美军的正确的基地所在，然后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去攻击。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很多方面的讯息跟情报都是由中国所提供。更重要的一点，在亚丁湾上面，我们突然发现了一艘船，那艘船叫做天狼星号。天狼星号是什么船？是中国最先进的情报船，其实应该讲间谍船了。有3个大圆球，像气象雷达一样。这艘船上万吨，所以你就想到，原来在这个船已经开到了亚丁湾，已经要进入波斯湾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伊朗会有很多数据，它从哪里来的？它不可能是由伊朗自己本身能够获得的。这中间也经过了很多盟邦的支援，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大家所以能够理解说，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货机飞到德黑兰去，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那是为什么？因为还要用747来不要引起国际的侧目。等到哪一天真的飞过去的是运20或是1流升76这种专用大型战略运输机的话，那就是我们直接支援伊朗，那就是跟美国直接干开了。没有什么好多说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会。如果川普你要再这样子胡说八道下去的话，中国就真的派战略运输机过去，那时候你就不要废话了。